Hello， 這次要搭日本航空的頭等艙飛東京。日航在 Dallas 沒有自己的貴賓室，所以使用的是美國航空 AA 的 Flagship First Lounge。這個空間真的非常大。2個月前我才搭過全日空的頭等艙，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連結我放在下方。這次搭的日本航空用的是 Airbus 的機型，頭等艙有6個位置。這個座位的門做得非常高，而且我還特地選了2A， 因為對面位置的出入口在另外一側，所以這個位置的隱私感真的很好。接下來就是將近14小時的飛行旅程，趁這個時間帶大家來看看機艙內的空間以及各種設備配置。套房裡面總共有3個位置，每個位置都有獨立的調整按鈕。另外，機上還提供免費的 WiFi， 不過這趟飛行基本上沒有成功連上。過夜包使用的是日本品牌，裡面配置是航空公司過夜基本用品。不過可以感受到 Japan Airlines 的用心，除了貼心的附上一條3合1充電器之外，還提供了 Catapult 的3部曲修護面膜。這一片面膜價格大概30塊美金，對於像我這種搭長途飛機一定會敷面膜的人來說，真的是一個相當有誠意的小驚喜。頭等艙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可以跟同行者一起用餐。不過這次我兒子搭乘的是商務艙，空服員告訴我他沒有辦法過來跟我一起享用餐點。餐點方面，Ceylon 香檳一定要喝，因為日本航空是目前全球唯一在機上提供這一排香檳的航空公司。這款香檳產能稀少，價錢昂貴，非常的難得。我點的日式套餐整體也還不錯，不過最期待的生魚片這次撲空。空服員表示，現在是6月，夏季的菜單不提供任何生魚片。至於睡衣尺寸有分大中小號，材質厚度也很好，穿起來舒服。不過小號的上衣對我來講稍微長了一點。睡眠空間比我之前體驗的其他頭等艙寬敞很多，睡醒的時候真的還有一瞬間忘記自己還在飛機上。至於洗手間，整個區域共有2間，除了空間寬敞之外，裡面還貼心的提供了皮膚保養用品。這次早餐我選了魚子醬，因為之前吃過阿聯酋的，所以有了比較。以我的口味來說，日航的這一排魚子醬魚腥味稍微明顯一點。感覺飛好快就到了，只好不情願的下飛機，開始了我和小兒子的亞洲10天之旅。現在來介紹我們在新宿吃到的3家美食。這一家檸檬牛舌真的非常好吃，一定要來吃，最好提前在網絡上訂位。
鴨肉拉麵的湯頭屬於清淡風味，但味道很有層次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這家 Omakase 需要先刷卡預約，2個人吃下來大概3萬塊日元。以食材品質還有整體的表現來說，我覺得 CP 值還不錯。這是有3層的白鰻魚飯。這次在大阪住的飯店1月有住過，地點方便，早餐好吃。有興趣的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把鏈接放在下面。今天我們參加伊根舟屋一日遊，這裡有日本威尼斯之稱。行程是在 Viator 預定的，早上從大阪車站出發，中途休息了10分鐘，車程大概是3小時。伊根是一個非常寧靜的漁村，沒有太多商店和人潮，最適合慢慢散步，感受這邊的安靜悠閒的氣氛。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慢步調的感覺。不過我18歲的兒子走沒多久就跟我說，他要在原地刷手機。這個行程是有包括船票的，搭船最大的樂趣就是花100日元買1包小味鮮味海鷗，海鷗還會一路跟着船飛，還會直接飛到你面前，把零食從你手上叼走。哎，come on！也可以跑到1楼室內，把小味鲜往外丟，海鷗一樣會過來撿，安全多了。我後來都是這樣子餵的。這個船的行程是30分鐘，我覺得還蠻好玩的。哇，這家看起來好棒，希望好吃，它 review 還不錯，是4顆星，4.5。我們是8點集合，現在吃到飯都已經1點半了。不過真的好吃。天橋立是日本3大絕景之一，最特別是從這邊往下看，整個沙洲就像一條飛龍。很多人還會倒過來，從2腿中間欣賞這個景色，看起來就像一座通往天空的橋。來這邊可以試看看。我們有2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。等一下下山後，走路大概10分鐘就可以走到天橋立的沙灘上了。或者是有這種選擇，如果不敢坐 chair 的話。我覺得這邊還蠻值得來的，不過我比較建議自己安排交通，因為跟着一日遊，整個行程大概9小時，光是車子來回就超過6小時，真正待在景點的時間其實不是很多，在這麼悠閒的地方會覺得有一點趕。我們下集韓國見嘍，拜拜。